好，大家看到的是在今天从大陆这边传出来的一个消息，也就是李克强说，昨天呢突发性的心脏病，全力抢救无效，所以呢，在今天清晨的时候，上海逝世，享受68岁。那各国的政要呢，当然都纷纷的致电来慰问，包括这一位澳洲的前总理陆克文，他就直接讲，他说：“哎呀，真的是离开的太早了。”布林肯呢也马上来表达哀悼之意。好，包括日本的官房长，他们也都在第一时间有强调说，李克强其实在日中关系当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等等等。好，其实呢，先前讲到了李克强，大家上一回对他有印象是什么时候？其实就在不久前，他才曾经来到敦煌这一边来旅游。好，那个时候呢，我们先来看看这个画面。那个时候看起来，精神还蛮好的。然后呢，在跟民众挥手致意的时候，看起来也挺精神的。所以呢，今天早上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很惊讶。说到这一位中国前总理李克强，大家都知道他的专业在哪里？他的专业在经济。他曾经有说过这么一件事情，他讲了，在中国6亿中国人月入不到1000人民币，这是他在2020的两会记者会上面直接说的。那个时候讲出这句话，让大家其实有震一下的感觉。原因是因为与此同时，习近平正在讲的是共同富裕，就觉得这两件事情是不是其实有一些的相抵触？好，再对比到这一回呢，因为心脏病真的来得太突然的逝世，再加上最近有看到纷纷的拔关秦刚以及李尚福等等，所以阴谋论又再一次四起了。第一时间大家看到，除了上微博热搜之外，大家也开始在说他生前的一些谈话是不是真的意有所指。先来听听这一段他当年的谈话。今天阳光明媚，如沐春光。人们常说人在干，天在看，看来是苍天有眼啊。好，他说了，人在干，天在看，苍天有眼。基本上呢，一直以来在经济上面他是守得蛮稳的，而他最后的一个工作报告，当时还记得吗？有媒体呢曾经放大来解释他在工作报告谈话过程当中的一举一动，提到说呢，他好像频频的低头看稿，甚至有冒汗，还说呢有一些卡这样的一个状况，甚至到最后习近平上前跟他握手的时候，这一幕大家也都把它放大放慢来做文章，因为当年一度有人认为他很有可能就是所谓的国家主席接班人，但后来呢说习李两个人好像渐行渐远。有一个说法是说，因为呢李克强其实是相对的比较亲欧美的，那在中国内部确实有一些比较鹰派，有一些比较亲欧美，所以两派之间立场不同。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也让大家开始在思考，是不是他们的政局也有一些变化。而也因为呢，他当年被视为是胡锦涛的嫡系弟子，所以呢，现在大家也在问了，那胡锦涛呢，现在人在哪里？在中国内部确实最近政局有一些的变动，特别是今天李克强消息出来的时候，有很多人有所讨论，但是呢，美中关系则是不受这个影响了。原因是因为王毅现在人已经来到了华盛顿 DC， 跟布林肯跟苏利文见面。当时呢，布林肯在欢迎他的时候就特别强调了，接下来2天要有建设性的对话。先来听听这段谈话。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to the United States. I very much look forward to constructive conversations over the next 2 days. brief 双边关系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杂音，但是我们淡然处之，因为我们认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不是谁胳膊粗，也不是谁嗓门大。So brief， 好像这网友有点惊讶，说：“讲这么短啊，是不是？”其实这一回呢，重启什么？白宫最想重启的就是军事沟通了。原因是因为商会10月29号即将召开在即。好，可是呢，在这一回，美国国防部虽然有派人来去参加，但是呢，不是部长级吧？所以呢，他们不是部长去。所以呢，这个吴谦还有特别提到了，说主办单位有向多国的防务部门还有军队，通通都有发出邀请。好，只是呢，是不是真
真的美中双方的军方能够正式恢复沟通，现在都还未知。因为这回王毅去，很多人是认为先为拜习会来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吗？好，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中方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宣布习近平到底要不要去11月的 APEC。那王毅这一回去了，当然就是要做最后的确认。美方的态度是什么，中方才能够有所回应。美国政局最近一直在变动，包括他们的众议院议长终于选出来第4个人选才给他投票投出来。这回投出的呢，基本上这位议长曾经视中国为头号威胁，因为强生过去在国会里头面对中国问题的时候都是非常强硬的立场，甚至还说将中国视为2战以来从未见过跟美国旗鼓相当的对手，也因此对于中方是很鹰这样子的一个鹰派角色，未来美中关系又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因为呢，他曾经讲了，说呢，基本上中国为美国头号威胁，但最大优势是还没被讨厌。有人说他是聪明的鹰派，但这个鹰派在正式坐上那个位子当权之后，会不会再一次在美中甚至是美中台3方关系有所着手，能着力多深？这是大家要在后续观察的。回过头要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李克强今天上午逝世，事发突然，很多人其实又吓一跳。对了，不过就是说他个人有心脏病，这也不是，这应该很久的事情了啦，甚至也有传闻说他仗势裸退，连家人都用身体当理由。不过李克强当然对经济是有贡献的因为他有一些，事实上目前连中国大陆都还在用，比如说李克强指数他就认为说有3个指标来测中国大陆的经济比 GDP 还准第一个就是工业用电的新增量，铁路货运的新增量，还有银行中长期贷款的新增量那这个国际上也认为这样是对的，因为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账可能是虚增有一些公司会做假账等等所以他去学经济的嘛，所以就比较就实际来论经济啦。那当然还有包括他不是曾经推过一阵子地摊经济嘛，对那就讲到说疫情那个时间，那中国大陆有6亿的人，不是说他收入不到1000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也引起蛮多共鸣的啦就是他就比较站在庶民的角度看问题那这个当然有人反对啦那而且他以前有一个主张，事实上后来事后证明事实上是没有办法推了，比如说大量的城镇化那事实上并没有推因为这个会有很大的后遗症就你一大堆人农民进城，那结果你的城市赶不上那怎么办呢所以事实上我们简单讲就是说它经济有一些是对的啦有一些当然也有一些问题，可是我不同意刚刚那种简单的分法啦，说什么它是比较亲欧美的啦然后其他人不是啦中国的经济你如果要这样理解，那你会大错特错啦我认为他们真的就是就个别的政策那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可是你也不能够说什么李克强是比较倾向雷根的小政府这个实在是牵拖太远了啦。就我觉得西方真的有一些人就只会用西方的角度去理解中国的经济了，事实上不是这样那他当然有一些主张，我觉得事后看有一些是对的啦。可是2015年股市大崩盘跟你也有关系所以我是觉得还是要具体来看，这样会比较准确了。是，来请教介大师怎么看？对，我觉得李克强事实上他面临一个中国大陆高层这个决策方式结构的转变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他都采取一个配合的做法，因为在这个胡锦涛时代，中国大陆事实上是他那个体制是比较集体领导的，可是你看后来周永康的事情就知道，集体领导之下很可能一个就是说政治局的一个常委他就有过大权力。然后呢，再加上就是说，地方的这些一把手他没有权力，他没有所谓的集体领导，地方一把手一个人说了算，可是到了中央要9个常委各有一片天就造成中国大陆，尤其在当然胡锦涛时代，中国大陆也有突飞猛进，可是那个时候我们就常听到他们就说贪腐的问题，
那甚至那个时候在大陆传出啊，他们要采取措施，要不然要亡党亡国。那就是说，他继承的是当时的胡锦涛跟温家宝的那种体制，可是到了习近平以后，你可以看出来很多这些研究大陆政治，就是说大陆从一个集体领导转变成一个首长制。那首长制就是说，那个首长来最后拍板定案，把很多分散的权力把它一元化。那其实这个也无可厚非，这个没有什么利弊。美国就是一元化的，美国首长说的话，美国的行政部门首长就说了算了嘛，对不对？很多你比如说你只是说这个讨论过程的时候有人要拍板，那就变成就是说这个过程中，当然李克强他面临就是说他的权力跟他的地位影响力不会像他的前任温家宝那样子的一个好像有一点分庭抗礼的味道。那么他在首长制转变过程中，我觉得就是说他能够接受这样这个转变把中国大陆的一个体制这样子转变，让习近平事实上放手在打贪腐。你看这些很多高官落马，到现在你看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不管是这个国防部长也好，这个外交部长，你只要贪跟腐这两个字你沾上一个的话，那是没有什么回转的空间的。那也这个造成了中国大陆这个政府的体制还是可以回到让老百姓对他有信任。那当然我不愿意对比啦，就是说你会看大陆上不管怎么样，他这个对于贪污这种贪腐，事实上起码他的政府显现出的决心是非常强的。对，那我们就不要讲对照组是谁了你看这个贪腐贪跟腐多严重。对，我们立法院最近发生的一个立法委员的赵姓立委的，他这个你不能说贪，可是他多腐呢，对不对？那这昨天还跑去继续开会，你说这种情况，我们能怎么说呢？是，请教老师。李克强的过世我们意料之中的是，绿营的媒体、反中的媒体一定会借这个机会来挑拨来说事。说中国大陆的政权不稳定，内部的内斗不已这个是意料之中，大家都可以知道他们制式的反应，我们讲的这种脊椎式的反应或者是那个反射型动物的那个反应，像蛆在那边地上有时候你碰它一下，它就动一下的那种反射型动物的反应，一定都是这样写的，所以铺天盖地的都是这样写，步调几乎都一致，这个都是在意料之中，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去多评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大陆目前的政治体制是超稳定的一个结构目前来说，全世界都知道大陆的政治体制很稳所以要在里面挑拨，要在那边讲，那么之后很快的就被打脸，都没有什么意思。我比较关注的倒是王毅跟布林肯的这次的开场白，因为明天他们还要继续谈。那先来看一下他们这次的开场白。我觉得外交的艺术跟外交的手段，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学习，高明高手这次当然因为东道主是美国嘛，是布林肯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再像过去那个两年多前在阿拉斯加那样了。2年多前在阿拉斯加的时候，美国人就说实力说话也就是比胳膊大，比拳头粗，拳头大。我胳膊大，我说话这样的一个情形这个就是2年多前的时候，所以这个杨洁篪就给他一个耳光，而且是名言，很多人就把它贴在衣服上了。中国人不吃这一套这个马上成为一个最流行的语言。好，2年多以后美国人汲取教训了。美国人汲取教训以后，布林肯的开场白就简单了，客气了。礼貌了，其实这个就有学问而王毅就马上回给他这么短你看这就是外交艺术接着王毅就说了，国与国之间不是比拳头大个别粗，就是说中国人没有忘记2年多前你在玩什么，这个就是外交艺术，高明不然王毅为什么在开场白的时候特别要讲这一段？这一段其实就意有所指。结果你看。结果布林肯在最后他在做收尾的时候就说，我完全同意王部长所说的话，这就是中美的关系往好的方向走那么一小步，
走那么一小步，但走不走得到11月看到习拜会真的上路呢？没有人知道，因为到目前为止，习近平还没说他要不要去 APEC 嘞，所以很多人都在关注。我们先进广告。好，那你来看到以巴冲突的一个最新发展了。目前的画面曝光说，以军呢对于加萨进行最大规模的地面突击，直接看画面看到了，包括步兵啊，还有战车，他们在夜间其实是对加萨直接发动袭击。这时候是开战以来，他们进到加萨走廊这里最大规模的入侵。那以色列这边的国防部就讲了，说他们其实这一回呢，最主要就是对有恐怖分子所存在的基础设施，以及呢他们的阵地来做飞弹发射歼灭，为下一个战斗来做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就直接讲了，说呢他们现在他是这样形容的：正向哈马斯倾泻地狱之火，他们就是要把哈马斯整个歼灭，再为地面攻势来做最后准备，甚至还说啦，条件只要一合适，很快就会发生。但是这个发生是人民堆积起来的，大家都希望和平。只是目前看到，在加萨走廊的死亡数字已经突破7000人了。所以呢，巴勒斯坦的外长这边也赶紧呼吁，是不是停止报复？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我们竟然听到了拜登他的讲话，他说这些都是发动战争的代价。到底原话说什么？直接来听。Say to me is I have no notion that the Palestinians are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ow many people are killed. I'm sure innocents have been killed, and it's the price of waging a war. I think we should be incredibly careful. I think not we, the Israelis should be incredibly careful. But I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 number that the Palestinians are using. 好，这一整段谈话我们完整的播出，同时也要告诉您了，是美国的穆斯林组织已经直接要求他必须要道歉。好，因为我们看到了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在加萨走廊，小朋友遇袭之后是瞪大的眼睛，全身都在抖啊！医生护士一抱住他之后，他瞬间大哭。没有人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画面在自己的眼前上演。医师说，他当时问他说：“你在睡觉吗？”他整个就哭出来了。阿尔段呢，他就讲了，他看到这些场景，他认为这宛如就是大屠杀，他觉得国际的沉默让人难以接受。而到目前为止，我们说了死亡人数突破了7000人，死亡数字如果真的在地面部队进攻之后，一定会再往上走的。所以阿拉伯也多个国家已经都站出来了，针对于这些平民攻击，不分你我的攻击，直接来予以要求，这是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必须呢要停止。同时呢，包括这一位一直以来跟这个事件非常关注的马来西亚这位大马前首相，他就特别提到了，他说呢，这个叫做道德底线。为什么以色列一点都不怕？因为背后有美国在给他撑腰。美军呢现在是已经发动了2次的空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呢他们自己在中东这边的一些美军基地说有受到袭击，所以呢他们说这一些都是伊朗在带头攻击的，也因此他们准确的袭击是为了回应他们对我们的攻击，甚至还说了这些都不可接受，必须要停止。五角大厦的讲法是，这几天来美军基地所遭受到的袭击已经多达16次了，他们再一次的向伊朗发出警告。至于在以色列这边呢，他们有人质的家属呢，则是直接的讲说，希望能够赶紧把自己的家人给救出来。拜登则是直接跟伊朗来发出警告，说不要以美国在中东的人员为目标，双方之间其实2起事件并时的在往前发展。伊朗呢是已经跟以色列讲了啦，说如果再继续攻击的话，美国也会被卷入哦。好，原因是因为你看到美军现在整个动起来，艾森豪号的航母呢，他们整个打击群已经前往了波湾这里了，在东波湾这边呢持续的在驻守，同时他们中东的军队也开始扩员。透过画面您可以看到，美军部队呢现在说大概是有900个人直接都扩充到中东这里的基地，还包含了防空系统的操作员，而他们整个动员的时程呢，也从原本可能是2-3天的时间，必须要直接往前缩短到48小时，就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其实
都是在做备战等等的准备，把所有的警戒开到最大。而俄罗斯这边则说了，说其实他们现在看到美国呢在中东这里部署更多的导弹防御，还有防空等等系统，其实你在这里部署更多的武力，部署更多的人力，只会造成更紧张的趋势。怎么样才能缓和紧张？怎么样才能让死伤人数往下走？请教亮哥，因为现在画面曝光，以军已经开始进去了。对，可是以色列的报纸啊，这个耶路撒冷Jerusalem Post 的啦，他今天登了一个民调啊，说有49%的人希望地面部队进入加沙要暂停啊，那主张就直接再继续往前走的不到20%，我觉得坦白讲啦，我们现在不要把以色列把它等于纳坦雅胡啦，是，我觉得美国早晚也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别啦，所以纳坦雅胡这样的一个极右翼的政策就等于以色列吗？那以色列的犹太人的思维就等于美国的犹太人的思维吗？恐怕这几个等号都不太准确啦。哦，比如说那天冲进去美国国会的300多个人，实际上大部分都是犹太人。是，纽约的犹太裔实际上大部分是左翼。那以色列内部也有左翼，还有复国主义。那纳坦雅胡就是复国主义这一派最强硬的人。那他这样做，美国难道要一直被他拖下水吗？我不认为啦。所以我认为他快要撞墙了。你看，连以色列内部的民调都这样嘛，就是说你执意没有错，他现在派了装甲车啦，还有推土机已经进去加沙啊。对，那他可能就是要先把地面建物整个推倒嘛，然后步兵才会开始这样进去啊。那减少巷战的规模啦，因为如果有建物屏蔽，巷战死伤就会比较惨烈嘛。所以他的策略可能就是说，我先把建物推翻啊。那可是问题是你建物要推翻，你可能要用坦克要射击啊，或者用空袭啊，那就会死很多平民嘛。你以色列死不到2000人，然后加沙已经死了超过7000人，这样还叫自卫权吗？国际上会问的啦。每个国家都有自卫权啊，可是请问自卫权的比例原则是什么？极限是什么？我觉得美国面对这些问题，他会越来越尴尬啦。所以你也看到拜登嘛，拜登已经开始抛出一些，就是说，哎，我也主张2国方案啊。我觉得他这个就是在打纳坦雅胡，不是在打以色列。因为纳坦雅胡就是反对2国方案嘛，对，这大家都知道嘛。那哈马斯也反对2国方案嘛。事实上，拜登是比较倾向支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然后反对哈马斯，然后也认为以色列你自己也要节制啊。那你报复的也差不多了吧？那是不是回归正道？就是说人道救援要开始让他进来，然后你地面作战就算了吧。那国际可以协助你去逮捕一些首脑啦，看是谁主导这次哈马斯的突袭嘛。那以色列跟巴勒斯坦终究还是要提出一个2国的方案吧。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未来的趋势啦。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以色列，他也讲了类似的说法啦。是，那请教赖老师怎么看？我觉得以色列跟有一些所谓的军事专家，他们对于哈马斯的评估发生了严重的错误啊。他们认为说哈马斯不堪一击，尤其是经过以色列这样子连番的轰炸以后啊。那哈马斯应该是力量就已经脆弱了啊，可是我们看到以色列接连几次的试探性的我们叫做火力侦察了啊，或是去试看看，那结果都被击退。这样的一个情形就代表说，在经过这段时间的轰炸之后啊，哈马斯的战力保存的好像还不错。换言之，也就是储存在地下的这个战力看起来是有效了啊。那这样子的情形下，就使以色列的为了减少自己地面部队的伤亡，那就延缓了把地面部队投入加沙地区的这个时程，就一直往后延。同时，他就进行了更大规模的轰炸啊。那也就是说，因为最大规模的空袭轰炸这样的话能够更有效的给减少自己的伤亡。但是这种大规模的轰炸就造成了平民百姓的大量的死亡。
而越来越多的全球的人民，全世界的几十亿的人民，他们越来越关注的是这些可怜无辜的200多万的加沙地区的巴勒斯坦人平民百姓，大家会开始去想，他们为什么要受这个苦？他们为什么生命就这样失去？那这种呼声越来越高，它不只是在穆斯林社会呼声越来越高，它在亚洲，它在非洲，它在欧洲，特别是在欧洲的基督教的国家里面，欧洲的基督教的国家有越来越多人的声音认为说，没有理由让巴勒斯坦人受这样的一个罪，没有理由这样子无情的不断的杀害，造成这样的悲剧，特别是对于老弱妇孺，越来越多人看不下去，看不惯，所以他们的政府的压力越来越大。我们看到欧洲的，尤其是欧盟的国家，他们已经不再追随美国，也越来越远离以色列，也开始跟中国大陆的主张一样，坚持2国方案，坚持立即停火，坚持人道援助。那这样的话，就给美国的压力了。美国越来越被孤立。当美国越来越被孤立的时候，那美国支持以色列的力道就陷入两难。一方面继续给你钱，给你军队，给你武器，叫你去杀人；二方面却告诉你停火吧，这个怎么做得到呢？所以你看拜登他就越来越孤立的情形下，拜登现在讲话就变成道出矛盾了。那一旦道出矛盾的时候，这个大国的领导威信，其实在国际间就越来越低，越来越弱。我想现在是美国在国际间最弱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影响力了。是先前破5000人的时候，大家讲已经不符合比例原则，现在这个数字已经上看到了7000，可能还会更多。可是介大使，当拜登讲出这样的话的时候，其实很多人是无法接受的。对，其实拜登这个话已经在国际上已经发酵了啦，就是说这个对美国的国际的这个声望跟影响力是会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可是拜登也身不由己，因为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里面想的，他脑袋装的东西都蛮复杂的。里面想到了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可以替他背书？可是另外一方面讲，他如果不这样讲的话，他自己这个总统之路可能就收不到很多怎么样竞选经费，所以他内心是蛮挣扎的。所以你看他讲话，他每次内心挣扎的时候他那个舌头就好像变大1倍。这样发音就很含混，就不是讲的像他那个很斩钉截铁，就是这样通通带过。而且我觉得这些话他基本上他也不会是私言，他是经过审慎的思考跟措辞的，所以这样讲既明确又模糊，既模糊又有明确的地方，这是他的处境，他考虑他自己处境的部分。不过以色列现在这个作为现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对的声音越来越大。26号9个阿拉伯国家发表联合声明，这9个大陆有阿联酋、约旦、巴林、沙特、阿曼、卡塔尔、科威特、埃及、摩洛哥。他们基本上呼吁联合国立刻要实行人道主义停火的，通过决议案他也谴责以色列在这个加沙地区杀害平民。他说自卫不能成为违反国际法和故意无视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益的理由。他们也谴责以色列这个作为是对巴勒斯坦人集体惩罚。那么造成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了。那更不要说世界各地还有很多类似的声音都有，甚至各个国家的政府，还有就是说他们的这个重要的政治人物都做了这样立场的表明。可是美国现在基本上，只要美国的这个犹太人的力量没有给拜登一个明确的一个方向的话，拜登还会照目前的情况走。而且他能够做的话，就是增强美军在这个地区，在这个以色列地区、中东地区的兵力。所以我们看他派了900个人进去。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用您听得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
大家平安。以及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叶颖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这一句话，现在说是不是真的直接被打脸了？好，过往呢，我们的赖副总统告诉我们说，义务役不用上战场，因为呢，他说啦，主力部队叫做职业军人。当时呢，要回应的就是很多人问他说，哎呀，现在两岸啊，大家很担心啊，自己家里头的这一些老老小小会不会有问题？他说，义务役负责守基础设施，不用前往战场。结果现在呢，国防部告诉我们，穿上军服的都是军人。大家开始在讲，那过往赖清德说的，我们很认真的讨论了很久啊，原来其实国防部已经直接告诉大家，只要你有穿军服就是军人啦。因为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不会问说你是义务役还是志愿役，我可以打吗？因为你们赖副总统有说义务役不用上战场。不合逻辑嘛，对不对？而现在呢，大家开始在问两岸之间其实的这一些格局以及这一些情势，国际间都很关注。比如说张忠谋，他现在回到 MIT 了，他除了谈半导体自己的成功创业经验之外，他也特别强调，基本上台湾两岸关系还要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才是，因为美中之间呢，如果脱钩的话，就不利所有人，认为还是要合作才能够加快创新，才是世界大家你好我好大家好。而且呢，他也说了，两岸之间啊，要知道说，如果没有国家安全，会失去所珍惜的一切，所以不论如何都要避免冷战。但现在我们政府做的，真的是想要避免战这件事情吗？因为其实呢，现在我们就看到台积电呢，过往一直被大家说在国际间是一个有前瞻性的国际的企业。过往你看到他曾经要争政治博士，2022年的时候就招出了年薪500万。然后呢，大家都在讲为什么一个做半导体的要政治博士，因为他们就讲了美中台三方的政治关系，大陆以及这一些的人脉都是很重要的。比如新加坡的外长呢，他们也曾经讲过，两岸关系啊，其实如果不好的话，台湾你想要搞什么新南向都不会有效啦。但是反之，如果你真的把两岸关系搞好的话，基本上你整个舞台东协都是你的天下。但是两岸关系真的能好吗？最近的这些军事动向，带您来看到，我们的国防部告诉我们，他们有看到了，说中国的山东号呢已经穿越了巴士海峡，好，同时还说在这附近啊，哇，50支的基舰都在我们台海周边在活动着，也释出了这样的景象，说呢他们有一直在尾随监控着，拍得很近。这其实呢，言外之意就是告诉我们说，我跟他距离这么近，我随时想要做什么防备都能够办得到。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基德舰有3个这个舰队成功的尾随，但你要知道人家是7舰大编队啊，这个7舰大编队他来到这里，真的是意在跟你之间有所较量吗？还是其实是剑指美军呢？想要告诉美国人，我在这边是有力量的哦，我们在这边是有演习的哦。未来要真的发生什么事情的话，你得要先垫垫彼此之间的斤两，因为现在在美中之间两军交汇真的很近。但你看这个画面了，这个是美国方面所释出的，他们的讲法是说，其实当时这是先是在海上的，这个呢是在这个共军这边他们所发布的影片，说美国的军舰在南海这里危险的挑衅，而且呢他们还直接的强调了，说美军呢是有大动作的大角度的在转弯，害他们差一点撞上。但是美军所公布的呢，则是解放军机说差点要撞到他们 B-52的画面，因为呢他就说了，当时一样是在南海这边的空域，就是这个画面，他强调了 B-52对上歼10，然后说呢歼10对他非常非常非常近，那个近的距离是不到3公尺。要知道啊，在这样子一个空中不到3公尺的距离是很危险的，差点两机就要相撞。他特别提到了说，他到底有没有意识他所造成的是怎么样的一个危机？所以呢，拜登这边也再次警告了，说如果在南海这边有任何的擦枪走火，目前他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中非之间在这个仁爱礁这附近，如果说真的有干扰了非国船只，那
美国跟菲律宾是签有共同防御条约的哦，你们就要被迫我们美国进到这个场域来，直接跟你进行干预。在这个部分呢，其实中方这里很直接的回应了，说呢，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认为啦，美方呢一边想要危害着中国的国家安全，然后一方面来挑衅他们，另一方面呢又希望能够跟我们来对话。他认为这一些影片可以看得出来，美方呢基本上就是在这里搅局的，只是不只是在南海，还包括了冲绳。原因是因为呢，现在日本方面发现中国的山东舰呢，它是出巴士海峡，甚至还说了他们的无人机有在绕台。整个日本的防卫省他就直接提到了，这跟他们的与那国岛还有这边的这个海域巴士海峡这里，然后呢进到了太平洋，往巴士海峡方向飞去，绕了一圈。也经过了在冲绳市上头的海域，所以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威胁。南有南海，北呢则是有日本。到底这一场的场域上头应该要怎么样来定调？回过头请教亮哥了。好，大家都看到两军相交相会，感觉战事紧张。可是呢，先前赖清德说义务役不用上战场，但现在国防部说穿上军服就是军人。赖清德早先说义务役只做重要设施的防护啊，那第一时间事实上就有人反驳他了啦，因为按照国防部的计划，义务役就是有一半的人要当海岸守备旅嘛，那个时候大家也还不知道海岸守备旅是什么啦，因为这个滩头决战的演习也很少啊，那大家不知道那是什么，可是后来就出了那个立法院预算中心就出了一个新闻说，我们的志愿役事实上编现比只有80%嘛，就是编制跟现有部队之间有2成的落差。那立法院预算中心的了解就是，这个志愿役的各个部队因为缺员嘛，所以很希望能够从义务役这边补兵员，这个完全可以理解啦。因为我们的实际兵员大概是18.6万。那结果这个编现比落差2成就变成15万多啊！我们那个义务役，我们义务役第一年就明年只有9000多人所以当然大家会来抢嘛，这还用说吗？对不对？那因为抢就是到志愿役的部队就是主力部队了，就是战斗部队啊。那因为我们的邱国正部长比较老实嘛，所以他在国防部备询就说老实话就说是啊，这是没有错啊。然后我们的副部长薄鸿辉讲得更直接，他说穿上军服就是要服从军令，所以任何地方都有可能去啊。这也没错啊。事实上就是这样。对啊，就是你有时候是守备部队，那如果战争吃紧，你当然会被调到前线去啊。这全世界都是如此啊。所以这就意味着然后你再去看我们义务役的那个受训练的科目嘛，那个就是有作战项目嘛。你如果只是单纯的守卫，你学那些干嘛？你干嘛要有那个这么多的下部队，然后要去丢掷手榴弹干嘛？你守备这个重要设施需要用手榴弹吗？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就是你要诚实对国人说明这个赖清德这种发言不是想骗，就是自己不了解台湾的军事状况。那不管是哪一个都很糟糕啦。就你要选总统，你怎么可以不进入状况呢？或者是你明知道是这样，你还故意说，不要着急，因为他就是尽量要避免，怕明年的总统选举变成是战争与和平的议题嘛。那他又怕年轻人知道这个真相。那之后会觉得说，你看，就是民进党执政那么多，基本上把我们弄到前线去了，事实上我觉得这个就是实际的状况啦。你如果认为两岸那么危险，你们自己也挡不住而且都是中国的错，那你就要承认啊。跟他另外一方，比如说柯文哲啦，或者是侯友宜，他们不认为这样嘛。他们认为这个局面，民进党要负绝大责任嘛，不然马英九任内怎么没有这种事啊？那蔡英文执政7年半，有没有越来越严重？2021变成全地球最严重的地区、最危险的地区。所以我是觉得这个议题是逃不掉的啦。
最后2个月主打的议题就是战争与和平啊。但是就是没有想到国防部会讲了这么一个大白话。但其实请教介大使，另一个大白话是什么？是张忠谋了。张忠谋回到他的母校啊，里面其实呢有蛮多很机智的用语哈。他说全程都站着讲，这里头最多人在意的是他提到了美中脱钩其实是不利所有人的。他说要合作才能够加快创新。请教介大使。他也说某些人就想挑衅别人啊，我就想说他讲的某些人是谁啊？对不对？到底姓什么啊？姓什么名什么啊？对，那就我们自己去判断了，对不对？就是有人喜欢挑衅啊。那当然啦，张忠谋已经这么大年岁啊，常常出来讲话，真的他关怀他自己的事业了。那尤其是台积电。台积电这个被国际政治冲击、地缘政治冲击最惨的一个私营公司就是台积电，被迫拆解，还被迫跑到美国去设厂，自己花了140亿，结果美国的这些补贴方案又说啊，这个美国人反对啊，美国人说他这个是外国公司啊，那可是外国公司拿不到美国补贴，为什么这个拜登总统在这个台积电工厂那个所谓的座机典礼上说？美国的制造业回来了，对，台积电到底是台湾还是美国的，搞不太清楚对不对？可是呢，现在看起来他拿不到美国政府的补贴啊，因为他是外国的，所以呢，我觉得台积电真的是有苦难言啊，也是逼着我觉得张忠谋出来讲了很多啦，不止他现在被分解啊，分到美国啊，分到日本啊什么啊，当然台积电只好讲说我这是全球布局啊。全球布局没有错，台积电这个公司不会有什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台湾赚不到那么多钱啊。台积电在美国设厂的话，对不对？他的员工是美国人啊，给美国人创造3000、5000创业机会，台湾人的工作机会就少了。到日本又创了8000、7000，日本人就业机会，相对台湾人的工作又少了。那你在日本做的赚的钱，你会归到台湾，台湾的政府抽得到税吗？你这海外所得，你当然是日本政府抽台积电的税啊。所以台积电没有问题，所以张忠谋很了不起啊，他在担心台湾啊，对不对？你这么大这么好的公司，他还是大家都欢迎，他到别的地方，我认为他也会成功。可是呢，问题损失是我们台湾呐。本来台积电赚的钱，对不对？他的工作机会全是我们台湾人的工作机会，现在分给日本人，分给美国人，还要分给德国人。然后他赚的钱，以前只有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可以抽他的税，对不起，现在啊，美国也抽税，日本也抽税啊，德国也抽税，损失是谁嘛？很简单嘛。另外一个，我觉得赖清德拜托不要再这样子骗人了，好不好？还有什么义务役不上战场？对，这是骗傻瓜啊！那你以后部队以后这个叫义务役部队，这个叫什么职业军人部队，是不是？打仗的时候会上战场的义务役的部队都躲起来，那个好职业军人的部队去上。义务役当1年的军队，你以为军队里面都不要有阶级啊？你义务役的部队，你的师长谁干？义务役啊？你的旅长谁干？你的营长谁干？连班长都不会给义务役去干。义务役你就1年，你又1年训练才没多久，你去带兵打仗，不可能嘛，对不对？那你这些义务役的都不去打仗的单位的话，那你打仗的单位那些兵谁去当啊？对，这个简直是不动头脑就随便胡扯的一件事啊！真的是这些人把台湾人骗的，真的是不打草稿了。什么叫义务役不上战场？连部队你都不能这样分。你到派这个部队里面，一定又有义务又有职业军人，你能分得开吗？你分得开，你告诉我你怎么做？但其实年轻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危机感？说政府你讲清楚，到底义务役要不要上战场？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兵凶战危嘛。来请教赖老师，现在政府特别发了一个这么近的照片，说，山东舰我们一路盯着他走哦。其实言外之意、弦外之音，是不是想告诉我们，我跟他距离这么近，我一路盯着他，他稍有什么不对的，我们马上就会出击，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吗？那我们现在看到了美中之间，我们自己心里面到底有怎么想？航母出航啊，它不会只有一艘，它一定是一个航母战斗群，包括了一般来讲至少会有2艘这个核动力的潜舰啊在前导，
那当然也包括了它的护卫舰跟导弹驱逐舰。那有可能如果要待久一点的话，补给舰也跟在后面。所以它是一个战斗机一个机群啊，就是一个航母战斗群，全部都出现了。那台湾出现的这几架兵力，顶多就是警戒用了。可是如果双方之间会爆发冲突的话，我想胜败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啊。那甚至你连要接近航母的可能性都不存在，因为相当有可能就在这个你还没有靠近的时候就被警戒的战机打下来了。因为这个舰载机它一定是在航母的周边几百公里外在做警戒巡逻，这是一个一直长期在不断的轮换的警戒巡逻。所以一个航母出去的时候呢，它几百公里外的这些警戒都存在的。对。然后潜舰在底下也在往前伸。那因此，如果说假设双方之间要有遭遇、要有战斗，台军的这些战舰基本上来讲存活率是很低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国防部只是说我知道他来了，我看到他来了，所以我在旁边跟，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军力上大家心知肚明是不能成正比的啊。不然的话，美国的航母战斗群不会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同样的，中国大陆的航母战斗群不会有那么大的威慑力啊。美国也每天都在盯着中国的航母出港啊，这样的一个情形。另外，您看到了这个中国大陆的战机跟这个美国的这个美国的 F-52战略轰炸机，B-52啊，这个B-52，对不起啊，不是 F-52，B-52的这个轰炸机。本身发生这样的一个情形，我们要问几个问题。是，第一个，它是夜间飞行；第二个就是它在哪里。所以很明显的是，你有看到有地面的这些山那就是已经很靠近中国大陆的范围内了。那所以一个战略轰炸机本身有装核导弹的，然后夜间飞行，然后靠近中国大陆的附近，我觉得大陆的战机把它驱逐走，这是刚刚好而已。应该讲的话就是，而且呢，你也可以看出夜间飞行的时候，其实视线是看不清楚的。那中国的战机能够飞得这么的近，这代表什么呢？中国大陆的战机的这些飞行员的素质、技术是非常的高明。也就是说，贴的这么的近的切它所以你可以看到美国的战机一定是压力大到不行。而且通常中国的战机不会就有一架在这个地方，通常有另外一架支援在后面。如果美国的战机有任何可能的不礼貌或是不友善的行为的时候，后面的可能就把射控雷达就打开了，随时可能就发射把它打掉。我个人是认为说，美国如果要避免这些冲突，避免这些意外，就少到中国大陆的家门口，你不要去。那中国大陆的战机就没有机会、没有空间去拦截你，那也就不会有发生这些事情嘛。你到人家家里面来闹，被人家赶走了，你还在那边呼天抢地求爷爷告奶奶，这没有什么好讲的嘛。所以我觉得美国老是做这种事，坦白说，就让自己更丢脸而已。确实两岸之间的问题跟美中之间的问题，特别是美中之间的军力状况，现在呢，因为没有太多的军事对话了，所以呢，他们彼此没系安全带了。那大家是不是会更加谨言慎行呢？持续来观察。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说。